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万物解码，一起遨游神奇多彩的世界。今天我们来聊一项有意思又实用的研究。它告诉我们，不管是每天都运动，还是把一周的运动集中在周末狂欢式锻炼，只要总量达标，都能带来明显的健康好处。这项研究来自英国生物库 UK Biobank， 发表于权威期刊美国的循环杂志 Circulation， 分析了近9万名参与者佩戴万氏加速度计的一周活动数据。研究团队随后对这些人进行了大约6年的随访，记录了数百种疾病的发生情况。研究把人群分为3类，第一类是未达标者，第二类是把运动分散到一周的规律型，第3类是把大部分运动集中在1到2天的周末战士。核心发现很直接，只要每周累计达到或超过150分钟中等到剧烈强度的活动，整体上就能显著降低多种疾病的风险。这种保护作用在心血管和代谢相关疾病上最为明显。举例包括高血压、糖尿病、肥胖和睡眠呼吸暂停。用数字说明一下，达标者的糖尿病相对风险大约下降40%左右，危险比在 0.54 到 0.57 之间。更重要的一点是，研究显示规律分散与周末集中2种模式之间并没有显著差异。换句话说，总量比分布更关键，关键在于你一周累计的活动够不够。这项研究的一个优点是使用了客观的加速度计测量，优于自我报告问卷，更能反映真实活动量。但我们也要讲清局限，这是观察性队列研究，虽样本大、证据强，但不能完全排除未测量的混杂因素。此外，活动量只在入组时监测了1周，可能并不能完全代表长期生活方式。参与者年龄分布偏中老年，对年轻人或其他人群的外推要谨慎。随访虽有几年，但仍需更长期的验证。从生理机制角度看，这些益处可能来自有氧训练提升心肺储备，改善胰岛素敏感性，以及降低慢性炎症等综合效应。那对普通人有什么可操作的建议呢？我给出务实且安全的方案。第一，把每周目标先定在150分钟中等强度活动，或者75分钟高强度活动作为替代。第二，如果平时难以分散时间，可以把有氧量集中在周末，例如周六和周日各安排60到75分钟，同时在工作日安排2次，每次20分钟的力量训练和拉伸，这样既维护肌力，也增强柔韧性。强度的自我监测可以用会说话但唱不了歌的对话测试，或者参考心率带的目标区间。开始时务必循序渐进，长期不活动的人不要一次把强度拉太高，以免受伤。有心血管疾病、糖尿病或其他慢性病的人，在明显增加运动量前，应先咨询医生或康复专家。佩戴手环或心率表有助于监测累计总量，还能评估强度和安排恢复时间。一些日常小技巧也很实用，比如多走楼梯、站立开会、上下班步行，或者做短时高效的间歇运动，累积效果同样不容小觑。最后强调2点：第一，长期坚持比短期激进更重要；第二，总量有弹性，但必须兼顾安全与个体化。本期内容基于权威队列研究与现行运动指南整合，既有证据支撑，也提供了可操作的落地建议。如果你觉得有帮助，欢迎点赞、订阅并把视频分享给需要的朋友。感谢收看，祝大家安全，持续的动起来，拥有更健康的生活。